黑人男孩跪在地上给白人擦鞋，可他这样却不是为了挣钱，他每次都将鞋摊摆在客人稀少的银行门口，还故意擦得很慢，只为偷听白人聊天。等白人走后，他拿出笔记本，将听到的商业机密记下。比起擦鞋赚钱，这些金融知识更有价值。不仅如此，他还贴在墙边学习白人的谈判技巧。这时，黑人保安将他拽了下来，还嚣张地说：“像他这种小鬼，根本不配出现在这。”回家之后，伯德给父亲看了自己的笔记，可父亲却没有赞赏他的聪明好学，而是认为伯德应该认命。父亲直言，在种族歧视严重的德克萨斯州，偷听白人做生意这件事，很可能让他丢了性命。You're born the wrong color, son. Negro man can't earn money with this white man won't let him, no matter how good at it you are. 年少的伯德不肯认，他认为只要离开家乡，自己就有发展空间。长大之后，伯德靠着小生意攒了些钱，跟妻子搬到了洛杉矶，一家3口寄人篱下，住在叔叔家的地下室。晚餐时，叔叔炫耀起自己的人脉，他自称跟当地工厂有关系，愿意帮初来乍到的伯德安排一份打螺丝的工作。可伯德却拒绝了叔叔的好意。他说起背井离乡的原因，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争一口气，不想被别人瞧不起。叔叔劝他脚踏实地，毕竟在这里高昂的房租压迫着每一个人。伯德没有反驳，而是借故回了房间。他向妻子承诺，自己一定努力带母子俩搬出地下室。第二天一早，伯德到处奔走寻找出售的房子。凭借自己细致的洞察，他发现白人住宅区空屋很多，可黑人社区却人满为患。只要买下白人社区的房子，再租给有经济条件的黑人，就能大赚一笔。他精挑细选了一处房源，无奈手中资金不足，妻子看出他的窘迫，便将他引荐给自己的发小老乔。老乔虽然财大气粗，但却是一副败家子的模样。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出言冒犯伯德的妻子。I'm not, but if I were, they do know better than Eunice Perkins. 伯德不喜欢纸醉金迷的酒吧，更不喜欢这个混蛋破少。他气冲冲领着妻子离开了俱乐部，说什么也不肯寻求老乔的帮助。由于没拉到投资，伯德只能想办法跟房东砍价。房东开价35000块，可伯德手里只有3万块。他恳求房东先卖给自己，等租出房子再补其尾款。房东很欣赏伯德创业的热忱和头脑，但他不想做有风险的交易。伯德准备离开，却恰巧看到架子上的日历。日历上还有银行经理馈赠的署名。伯德的心中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来到日历上的银行，说自己要找银行经理，可前台一脸嫌弃，甚至谎称经理不在。伯德看了眼不远处的经理，索性在银行门口等待对方下班。伯德虽然心里不爽，但他坚信今天咽下的这口气，总有一天会吐出来。趁经理走出银行，他连忙谎称自己有房东的推荐，希望得到一笔贷款。Yeah, you can make an appointment inside, please. Well, you and I both know I'm not getting an appointment inside. This deal would benefit Mr. Barker. You should hear me out. 银行经理答应伯德会考虑考虑，让他回家等消息。伯德紧张地摆弄着积木，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的房东质问他为什么用自己的名义贷款。伯德诚恳地道歉，承认自己的做法确实不合规矩，但令他意外的是，房东并未责怪自己。You went to see Reed knowing the deck was stacked because you have that much confidence in this deal. That tells me all I need to know about you. 房东十分欣赏伯德，还主动为这笔贷款担保。就这样，伯德买下了这间公寓。可从他买下公寓这天起，越来越多麻烦接踵而至。这天，白人老太太刚到家，正赶上伯德装修公寓。伯德赶紧站起来解释，说自己正在装修，可他却趾高气扬地要求伯德滚出去。Ma'am, Mr. Barker was very clear about your lease when he sold me the building. 得知伯德是这里的房东，老太太满脸不可置信。高贵的白人还在租房子，底层黑人哪来的钱买下整栋公寓 ？Don't you sass me, boy. This is a white building. You can't own this place. 伯德绅士地给他让路，可他却不依不饶，转头就报了警。面对咄咄逼人的警察，伯德拿出了合同副本。警察端详半天也没看出任何纰漏，他没法发作，只好对伯德撂下狠话。Try to be more respectful to your tenants. 伯德早就预想到这种情况，才将备份随身携带。他极力抑制着情绪，强迫自己忍下这份委屈。不久之后，公寓就住满了黑人。伯德收了租金，第一时间将尾款交给房东。房东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赏，他希望跟伯德有更多的合作，能够遇见不歧视自己的白人十分难得。伯德果断答应了合作。伯德负责租房子，自己则出面签订合同。这样一来，白人就不知道交易对象是黑人，两人配合默契，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而伯德也如愿地带着妻子搬进了公寓。可惜好景不长，这天房东突然离世，他的妻子继承了全部股份。和房东不同，这个女人十分歧视黑人。
他给了伯德2个选择，要么接受低价收购，要么对簿公堂。This is outrageous. I own 50% of a dozen properties. You want me to give it up for pennies on the dollar? I don't have to pay you anything. Your name doesn't appear on any of the deeds. Oh, it couldn't. 伯德据理力争，说自己跟房东是合作关系，可他也知道，这事一旦到了法院，作为黑人的他将拿不到1分钱。面对房东太太的强取豪夺，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争辩，而是怎样证明自己跟房东的合作关系。可律师却告诉他，唯一能证明2人合作关系的银行经理，如今成了房东太太的理财顾问。但伯德不肯认输，他来到银行恳求银行经理作证。可看到对方的表情，他知道这件事无力回天。走出大厦的时候，伯德被门口的牌子吸引，他发现大厦里足足有4家银行。如果自己能买下这里，那么作为房东贷款自然不是问题。于是他放下，找到老乔，希望跟对方合资买下这栋大楼。老乔戏谑地笑了笑，他说那栋楼位于纽约的黄金地段，买下那里根本就是痴心妄想。伯德没有反驳他，而是陈述起收购的原因。拥有大厦之后，不仅能获得4家银行的贷款，还能及时掌握房地产市场的行情。老乔听完，顿时正襟危坐。他发现伯德并不是个幻想家，而是一个胆大又不乏理性的实干派。跟这样的人合作不会错。老乔虽然手中有资本，但作为黑人，他处处受制于自己的肤色。他提起自己的顾虑，那些白人业主肯定不会跟黑人做生意。而对于这个问题，波德打算故技重施，找个白人替自己出面交易。他找到手下的装修工人马特，希望对方跟自己合作，因为马特非但不歧视黑人，甚至还在波德被举报时替他说了几句好话。只是马特除了装修什么也不会，必须从内到外包装一番。首先，老乔请了一个高尔夫教练，在与大厦业主交易前，马特必须在高尔夫球场接触到白人富豪的圈子。第2步，从基础数学开始，由伯德亲自教他金融知识，学习怎样给大厦估值。马特很聪明，仅仅1个月的时间，就从不会推杆到打出漂亮的小鸟球，还在打球间隙心算出了大楼的估值。最后一步，教会马特用餐礼仪。经过训练，马特已经没了装修工人的样子。为了接近业主，他们来到高尔夫球场，可假扮司机的老乔却被拦在了外面，身边没人跟随。马特开始担心自己会说错话。Come on, you're natural. Natural what? Performer. How do you know that? You think I got where I am in life without being able to spot talent? Go get him. 场外的2人拿着望远镜观察马特的表现。伯德调侃起老乔的司机打扮，可老乔却反问他为什么不介意让白人替自己谈生意，却介意戴上司机的帽子。It's the only job I've been able to avoid my entire life. I'd like to try and keep it that way. 马特不负所托，获得了业主的认可，也顺利得到了谈判的资格。可谈判不像高尔夫，马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说，才能在谈判中打出1记漂亮的小鸟球。伯特让他不要担心，为了这次谈判，他每天都会在银行楼下徘徊，趁着下班时间，根据窗口亮灯的房间，精确算出了大楼的空置率，以数据为基础，不论对方怎么涨价，只要背下这组数据就够了。有了提前准备，马特总能在业主开口前，精确给出相应的数据。连旁边的会计也无可奈何。就这样，被他们以155万美元的价格买了下来。伯德成功入住大厦，银行行长主动上前示好，而曾经看不起他的银行经理，则是满脸不可置信。有了稳定的贷款，伯德的房地产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随着购买的白人区房产增多，在边界分明的地图上出现了大片黑白混住区。最终，他和老乔更是受到了总统的接见。虽然商业版图已经足够宏大，但伯德的野心却不止于此。他回到老家德州，决定凭一己之力造福家乡。可父亲却劝他，比起多年以前，如今德州黑人的处境更加艰难。但伯德心意已决，他在外打拼这么久，就是为了改变家乡，改变黑人同胞的处境。隔天，伯德来到自己当年擦鞋的大陆银行，他发现门口恰好有一个黑人擦鞋桶。Hey, how much for a shine? Only do white folks here, sir. 伯德意识到父亲说的是对的，他摘下了代表理性的眼镜，决定冒着风险收购大陆银行。他把想法告诉老乔，却没有得到对方的支持，因为比起熟门熟路的房地产，他们并不熟悉银行业务，而且搬到落后的德州，远不如待在洛杉矶舒服。老乔虽然信任伯德，但经验告诉他，这次伯德的决定并不明智。伯德说自己买下银行之后，就会用白人的钱给黑人贷款，帮助黑人同胞买房创业。他的话慷慨激昂，不像一个商人说的，更像是一个伟大的政客。此时的他还没意识到，如今自己的目标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盈利，
而是改变整个社会。Bernard, if we go down to Texas and start screwing around with Jim Crow, we gonna lose. Don't matter whether it's legal or not. Even if Dr. King gets civil rights legislation, it ain't gonna happen fast enough for us to get out of this without losing our shirts. Get rid of that notion you can save every black man in Texas, because you can't. 伯德失落的拿走计划，却被老乔叫住。哪怕计划在天马行空，他也愿意支持伯德。两人的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合作，而是变成了互相扶持的挚友。这回经过简单培训，马特再一次成为两人的替身。Why don't you tell me how a bank works in 3 sentences? A bakery makes a profit by selling bread for more than it costs to make. A bank makes a profit by selling loans for more than it costs to get the money needed to make those loans. Basically, a bank gets money from depositors at 3% and loans it out at 5%. 老乔跟在后面假扮司机混进了银行，可这次交易却出现了意外。老板为了保住儿子的工作，只肯出售80%的股份，于是那个拥有20%股份的富二代，则成了伯德计划中的变数。因为股东之中有白人，这意味着他和老乔就不能光明正大的进入银行，而那些给黑人的贷款，也必须对富二代股东保密。但马特一周批准了14笔贷款，令富二代察觉出了不对。虽然马特解释这些属于较为安全的抵押贷款，还能让股东们获得更多分红，但他显然不相信这种说辞。他按照账本上的名字到处调查，发现贷款的对象都是黑人。随后又跟踪马特，拍下了他跟伯德接头的照片。隔天，富二代拿着照片找到马特，要挟他们交出股权。他还调查了2个黑人的底细，知道2人跟总统合过影。根据德州法律，他们不能将白人存户的钱款贷给黑人。富二代说，财政部的稽查很快就来了，到时候他们违规借贷的事也将败露。富二代走后，伯德笃定他不会举报银行，毕竟他也有20%的股份。可为了应对稽查人员，他们必须处理之前借给黑人的贷款。一筹莫展之际，马特提了个建议，他们可以买下一家小银行，然后将大陆银行的贷款转移到那里。随后，马特带他们参观了梅林银行。Okay, the Bank of Marlin is small. You can purchase it outright for $274,000, half of what you paid for 80% of Mainland. As president of both banks, I can move all the Negro loans we made at Mainland to Bank of Marlin before Mainland gets inspected. 但马特的提议其中有些自己的私心，他不甘心一直给人打工，也想当一回老板，拥有一家自己能够做主的银行。而在妻子的怂恿下，马特正好提出了收购梅林银行的想法。可在伯德看来，马特仅仅接触银行业务3个月，还不足以管理整个银行。I can't become my own man here, then I think I need to resign and go back to LA. Is this you blackmailing us? No. No, that's not fair, Joe. You guys have taught me so much. I just want to be more like you. An owner. 从马特诚恳的话语中，伯德看到了他的决心。他像当初的老乔一样，选择相信马特的能力。伯德不希望马特寒心，更不希望大陆银行破产。不久之后，梅林银行开业，伯德不仅亲自帮他审核抵押的房产，还给他推荐了靠谱的律师。但黑人企业想在德州发展，注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喷涂在墙上侮辱黑人的话，伯德只能选择视而不见。谁知马特对贷款文件十分不负责，每一笔贷款金额都由员工决定，他连看都不看，就随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马特接手梅林银行没几天，财政部就派来了稽查员。侦查员让马特在1个小时准备好资料，由于时间紧迫，他只能向伯德求助。伯德知道没有自己在旁边，马特一定会出错。可作为黑人，他却不能光明正大的走进银行。妻子提醒他可以学老乔扮上司机。 Joe was 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his mouth. For him, it's like playing dress up. Well, I wasn't. I was barely born with a spoon. How many times have I worn this uniform to help this business? You were? A woman? Yeah. 妻子为了帮助伯德，才假扮成银行清洁工。可如今，伯德对女性的歧视又跟那些白人有什么区别呢？为了不辜负妻子，伯德放下了固执，穿上清洁工制服。可即便作为清洁工，他也必须体面地整理好衣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伯德的心中有种无法言说的感觉。面对稽查员指出的问题，马特无言以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跑到厕所询问伯德。果然，在搜查员的不停询问中，波德发现了致命问题。Matt, there aren't any limiters. What? There isn't anything on this top sheet about individual loan limits, dollar amounts, or durations. They're all averages. They didn't lie. They just hid the shit in the averages. 老乔奇怪，自己信任的律师怎么可能看走眼？可马特却说自己没有聘用那个人，而是选择了富二代推荐的律师。原来这一切都是那个富二代的阴谋。
他暗中篡改合同，就是为了搞垮老乔和伯德。现如今，除了赔本卖掉有问题的贷款，就只能关掉梅林银行。马特还想争取一下，但梅林银行已经无力回天了。这天，老乔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说梅林银行死而复生，有人为梅林银行平了账。Who the hell would pay face value for those piece of shit loans? Mainland Bank in Willis, Texas. Say what? Son of a bitch! 撂下电话，老乔就跟伯德闯进了大陆银行。他们顾不得黑人的身份，冲到办公室质问马特。It's just temporary. It's fraud. No, if we classify them differently. If you keep this up, you're gonna sink both banks, Matt. 伯德向他索要账本，看看怎么解决账上的问题。与此同时，稽查员赶到了银行，他们走进办公室，以非法转移贷款罪吊销了银行的执照，并且宣布查封大陆银行。眼看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伯德却显得异常平静。可他刚出银行就遭到了警方逮捕，只是因为他给黑人贷款的行为不符合德州的规定。这个挑战规则的人，最终却被规则打败。经过律师调解，伯德的案件从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律师告诉他，只要伯德承认白人至上的德州法律，承认自己的财富是非法索取，就可以免去牢狱之灾。但伯德努力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证明黑人同样可以创造财富，同样可以过上好日子。对于律师开出的条件，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可稽查员却找到马特，以无罪开释为条件，让他做污点证人，将罪行尽数推给了老乔和伯德。马特一时间没了主意，以前都是伯德在幕后出谋划策，他开始后悔自己一意孤行，后悔没有询问伯德。在听证会上，马特将自己的罪过推了个干净，最终毫发无伤地离开了法院，而这也导致伯德的房子被收走，甚至面临指控。如今，伯德要么向白人认输，丢掉银行，要么坚持自己为同胞争取权益。而坚持斗争的结局就是面临牢狱之灾。他翻看着小时候的笔记，想起了那时的初心。那本日记给了他从头再来的勇气。他们只能没收自己的财产，却无法没收自己经年累月的努力。开庭之前，伯德摘下了眼镜。他谨言慎行了一辈子，这次他决定不计后果地为同胞发声。The dress code. Mr. Garrett, you are out of order, sir. I'm not finished. Out of order. If you can't get a loan, you can't own a home. You can't start a business. Mr. Garrett, you have been warned. Which means you can't build wealth. Mr. Garrett. And you're excluded from the American dream. Sergeant at Arms, remove the witness. Why is it so important to you to exclude an entire race of people from the American dream? 伯德的慷慨陈词引起了媒体的轰动，但他也因此被判入狱3年，名下177套资产被没收。大陆银行最终被富二代以美骗命。伯德的价格，收购伯德出狱这天，只有妻子和老乔等着他。虽然家财散尽，可他却对未来充满信心。两人移居巴拿马发展事业，再次买回了之前失去的产业。在他们的努力下，国会通过了法案，禁止在房屋销售和租赁中存在种族歧视。伯德不论到哪都打扮体面，他的那辆轿车就算落魄时也依旧洁净如新。他第一次走进就被白人指指点点，他们不相信底层黑人竟会打扮得如此体面。可伯德明知道作为黑人这样的穿着非常突兀，明知道自己会遭受非议，他也绝不会屈服地穿上那件工作服。体面的西装是他争取平等的第一步，因为没人会跟一个邋里邋遢的黑人交易。每一次谈判，伯德都会做足准备，除了考究的衣服，还有从白人那里学到的金融知识，两手准备，缺一不可。那个赏识他的白人业主，就如同转瞬即逝的机会。伯德之所以会成功，是他敢于抓住机会，哪怕银行经理不搭理他依旧获得了机会的垂青。而那本笔记则代表着伯德牢牢抓住机会的能力。伯德一无所有时，依然坚信自己能够东山再起，而不是原地摆烂，搬回幽暗狭窄的地下室。所以，就算你身材臃肿，兜里没钱，也并不是自暴自弃的理由。胖就减肥，没钱就赚，就算失败再重来，也花不了多久。到那个时候，我们依然穿着笔挺的西装，重新回到跌倒的地方，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包括丢失的尊严。解说不过锦上添花，而原片无可取代。我是石头，我们下一期视频再会。